13年，打了13年的光棍，老子我今天终于有老婆啦！如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顾盼流连，如时光搁浅，是重逢，一如初见。嫂嫂，怎么是你？嫂嫂，你在这儿的话，那我老婆被送去大哥那儿了，他们给弄错了。是吗？既然弄错了，那就换换吧。沈西薇，上一世你为了嫁给池景玉，将我迷晕换酒。虽然我察觉不对，与你换了，但你与池景玉在之后的19年背着我勾搭成奸，对我极尽凌辱，最终害得我凄惨死去，重伤到今日。张姐，你好脏啊！张姐，别挣扎了。这也是，池景玉这个侯门世子，我不要了。这侯门准我，谁爱当谁当。孙喜沈唐宁，还请老夫人替我做主。我这个古代嫂嫂有点东西啊，比我这个21世纪的00后都高。完了，这下事可闹大了。岂有此理！新婚之夜，新娘子入错了洞房，这简直是荒唐！多大点事儿啊！大半夜的，闹的是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呢。阿姨，你闭嘴！唐宁，你放心，这事儿不会这么算了。我一定让景玉给你一个交代。我向你保证，景玉绝不会碰沈西薇。不好了，不好了！禀老夫人，世子爷已经跟沈二小姐同房了。什么？那沈西薇不过是沈家庶女，怎敢上我们侯门世子的床？孽障！去，让他们赶紧滚过来！是。张姐，还有脸叫我张姐？沈腾宁，你疯了？有什么事冲我来，关西薇什么事？没想到有人竟然比我还不要脸。不过说就是不一样，嘿，你别说这。世子，一切皆是因我而起，张姐怨我也是应该的。冲你来！楚安，世子，天杀的！不是说这沈家大小姐沈唐宁是名门闺秀的标杆吗？怎么这么凶？不过还好，不是我老婆。姐姐，你怎么打世子？这一巴掌后，我们便两不相欠，你我之间算是两清了。才怪！池景玉、沈西薇，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这辈子我不好好的报复一下你们这对狗男女，我都不姓沈。还请侯府给我沈家一个说法。沈唐宁出身高贵，乃是户部尚书沈昌的嫡长女，其母谢氏更是出身望族，是当今太子的姨母。无论如何，今日都不能得罪沈唐宁。
起来，唐宁，母亲知道你委屈，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好受。可木已成舟，咱们只能尽量想法子弥补，不是？你是母亲认定的儿媳妇，谁都改变不了。至于熹微嘛，便只能委屈她做个妾。做妾？我辛苦筹谋了这么久，可不是为了来侯府给池景玉做个随意贩卖的小妾的。你给我住嘴，回去坐着。罢了，今夜是我做的过火，惹恼了母亲，往后我好好补偿熹微便是。大房这话是什么意思？合着我们二房钱也出了，力也出了，到头来人没捞着，还要平白遭人笑话？看戏，你就知道看戏！人家大房都骑到咱们头上来了，你还在那看戏？姐，你说啥？侯夫人说笑了，我沈家家风清正，也并非那卖女求荣的破落户，断不可能二女共侍一夫。这妹子有点意思啊！啊，你这孩子怎的这般倔？不过如今我既已嫁到侯府，也无颜再回沈家了。我看池二公子就不错，不如……我看池二公子就不错，不如将错就错。啊！这放着好好的世子夫人不做，沈唐宁竟然要嫁给池燕这个京城出了名的纨绔，她疯了吧？真是老天瞎了眼！这沈家嫡女这么好的姑娘，竟然敢嫁给我这个傻儿子！哎呦，我怕不是在做梦吧我？啊什么啊呀！臭小子，还不快叫夫人！哎呀，我的好儿媳，快！哎，你就当看着，也不说句话呀！不是，这个暴力女子只要嫁给我的老这浪荡子上一世在我入侯府后的第3年意外去世，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一世若是这浪荡子当真还是个无药可救的二世祖，那我当个寡妇倒也没什么不好。要不然我去书房睡。站住！还有什么事吗？池燕，我本该是人人艳羡的世子夫人，这女人的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不曾想我竟嫁给了你这个纨绔，我这一辈子全都毁了。不是，你刚刚在祖母屋里，不是还说我人不错吗？你自己信吗？那要不然我们和离？刚成亲就和离，我还不如现在就把你勒死，再找个绳子上吊呢。我人羞惨至极。哎，别，你别冲动嘛。那你说怎么办？池景玉跟那沈西薇早就暗通款曲，今日换嫁之事也是他们一手促成。横竖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你能咽下去？哎呀，我能怎么办呢？人家不愿意嫁给我，难道我还要逼她嫁给我？况且我大哥是世子，我拿什么跟他争？这人的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不争一争，怎么知道自己争不过？人们心中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这命运的确要靠自己争取。我命由我不由天，你这话说的，自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相信我。这话说的让我都有点小激动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读书。
考取功名。那还是累死我吧！开个玩笑，我就是不愿意读书，逃课去网吧上网，被车撞了以后才穿越过来的。你要我读书，那你还不如让我再死一次算了。现在想死了，晚了。我告诉你，你跟我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蚁。反正我不能过得比沈西薇差，懂吗？姐姐，人的攀比心不能这么强。啊，这怎么没动静啊？这怎么没动静啊？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读书嘛，好读书。谁让我倒霉娶了个母老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浪荡子随口一言，就是这般可以青史留名、千古流芳，此前未曾听过的诗句。这人当真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是说装出来。行，那就考取功名，好好读书，搬去书房读书。等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打我，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骂你了。成婚的第一夜，你要去书房睡？怎的？你想让我成为整个侯府的笑柄？什么意思啊？老婆，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和你圆房？小鱼，我就要变成真正的男人了。这小子开窍了，走，不打扰他们。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和你圆房？打地铺吧。啊，钱主任好了，还不如让我去睡书房呢。喂，迟夜，你今天说的老婆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估计是你听错了吧。真不愧是个纨绔，睡得这么香。小姐，姑爷起了吗？进来吧。小姐，昨晚睡得可好？还行吧。小姐，大房那边可不大好。听说侯夫人昨天夜里摔了不少东西呢，气得要命。这就气得不行了，还早着呢。待会儿你去东院，把我的嫁妆都拿回来，记住，拿着清点的册子去。是。侯府大房表面上瞧着风光，其实内里早已经捉襟见肘。上一世大房便是靠着我的嫁妆才能够维持表面风光，这一世没了我的支持，就凭沈西薇带到侯府的那点嫁妆，我看你们大房能够挥霍多久。天色不早了，要去给爹娘敬茶了。夫君，起床了。夫君，别笑了。嘚瑟什么？二少爷、二夫人呢？看，
孙儿媳给祖沈母请安。唐宁给祖母请安。见过母亲。去了。母亲，哎呀，哎呦，好孩子，我的乖乖儿媳，过来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丢人现眼，哪里配得上人家这好姑娘？真是走了狗屎运！哎，算了，毕竟是老娘亲生的。母亲刚刚那是什么眼神？好像我是个垃圾一样。祖母，父亲，母亲。哟，迟大世子，你还认得我这个母亲呢？行了，别误了时辰，明辉还要当值呢。我这傻儿子，后宅琢磨人的法子多了去了，老娘没必要为了这么个小贱人和我儿子离了心。要收拾沈西薇，往后有的是机会。我丑话说在前头，你的身份是不够做我侯府未来主母的，这一点你也承认吧？妾知道了。好孩子，你只要安分守己的做妾，将来等世子夫人入府，玉儿必不会亏待了你。妾身知道了，母亲。这侯夫人不是个好相与的，我上辈子就知道。正好沈西薇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这两人做的婆媳，可真是绝配。娘，这么劣质的镯子，扔到大街上都没人要，怎么可以赏给熹微呢？起来吧。好了，坐下吧。赤焰，给我！唐宁，嫁给迟燕，让你受委屈了。往后这小子胆敢欺负你，娘替你撑腰。哎，对，这小子胆敢欺负你，爹替你揍他。啥玩意儿？到底谁是你生的呀？来，这是母亲家族祖传的给儿媳的翡翠手镯，现在它归你了。春宁，娘知道嫁到我们二房是委屈你了。这样，往后这小子若是有哪里做的不好，你尽管找娘，娘替你撑腰。对，爹还替你揍他。不是，爹娘，唐宁才来到府里，我这在家里的地位，沈唐宁，你很好，二房给你的这一切原本都应该是我的。不过沈唐宁，二房对你再好又怎么样？你这迟燕终究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沈唐宁且笑了，看你日后还笑不笑得出来。
嫁给这位世子夫人，凭什么不后悔？凭什么这么高兴？世子，怎么了？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不舒服？那咱们回去好好歇着啊。世子，我身子有些不舒服。没事儿，我们这就回去休息。这么多人倒是有意思。还身子不舒服，等着吧！大房家的敢算计我们家唐宁，以后有的是你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敢动我老婆，本大爷让你知道什么叫一丈红。他怎么又是老婆？就是娘子的意思，唐宁。哎，儿子，你跟爹说说什么叫一丈红啊？哎，你不知道，华妃说，看飞机。娘，二郎怎么不见了？这二郎他兴许是有什么要事。哎，行了，甭管他了，咱家这事儿那就是一纨绔子弟。哎，我跟你说，如果你们能用我翠翠1000两全部拿走，好不好？好，指不定跟哪个狐朋狗友鬼混了。 3、2、1，开始！来了，翠翠上！我这个上啊！上他！咬他！打他！打他！干什么呢？呀！翠翠！咱们来这。哦，你个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汤！娘，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疼死我！不是，没事，爹娘刚好，我有关于二郎的事情想跟你们说。什么？让二郎读书，考取功名？是啊，娘，您总不想看着夫君碌碌无为、混吃等死吧？起来！让开！起开就起。唐宁啊，二郎他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啊！打住，闺女，千万别跟爹提这件事儿，一提这个事儿，我都臊得慌。考了3次，落榜3次，啊！放眼整个燕京的大户，那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爹，娘，我记得夫君12岁就中了秀才，就连国子监都夸他天资聪颖。爹，娘，我记得夫君12岁就中了秀才，就连国子监都夸他天资聪颖。而且，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糊弄出那种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人，又怎么可能不是读书的料？那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小时候嘛，生了一场大病，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厌恶读书，直至成了现在这个德行。爹，娘，那就证明了夫君有读书的天赋嘛。那我们为什么不再试试呢？爹娘，有一个词说得好，大器晚成。我相信夫君他就是一块璞玉，难道你们不相信吗？没错，你说怎么办吧，爹都听你的。你说吧，要怎么做？娘也听你的。东西都齐了，走吧。是。都怪你生的好儿子！你还打我？谁生的儿子呀？你
不是我能生出来啊？不是你生的吧？那不是这种，又是你惯的。我惯的？我说他的时候你就打我，还说我惯的，我看就是你。这好好的一次，到时候就废了。你松手！我耳朵啊！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到时候看他儿子。小姐，您的嫁妆已经尽数抬了回来，一个没落。大房那边什么反应？您都不知道，奴婢拿着册子一一核对的时候，侯夫人的脸都绿了。把嫁妆归到库里吧。是。小姐，二小姐来了。她来做什么？她还能来干什么？依我看，二小姐就是来炫耀她抢了小姐您婚事的。让她进来吧。是。见过嫡亲，二妹妹这新婚燕尔的，不好好陪着世子，到我这儿来做什么？长姐，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长姐，我知晓你心里怨我夺了你的婚事，可我是被迫的呀。二小姐，您抢了小姐和世子的婚事，现在还来这里这般惺惺作态，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我的好妹妹，你告诉姐姐，是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给我下药，与我婚嫁的？那人是谁？告诉我，姐姐替你杀了他。妹妹，瞧你吓的，姐姐同你开玩笑呢。长姐，是父亲逼我的。我上一世就知道，父亲说他在朝中地位水涨船高，陛下近几年对他多有敲打。沈家与侯府成功联姻，恐怕会引得陛下忌惮。但这两者联姻是自由定下的，毫无转圜的余地，所以只能出此下策，委屈长姐。为了自己的前途，献上自己的女儿，这就是你吗，父亲？小姐，长姐，你没事吧？多谢二妹妹的提醒，否则我怕是一辈子都要蒙在鼓了。我也是心中有愧，不忍长姐一直被蒙在鼓里。妹妹，你今日前来，就是为了告知我此事。我想求长姐助我成为世子夫人，助我成为世子夫人。二妹妹说笑了，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不是和世子情投意合，求他可比求我管用。长姐向来聪慧，也知道只要侯夫人在，她便不会让我抬正。那是你身份的问题，
这侯夫人但凡脑子没坏，就不会让一个庶女做世子夫人。长姐何必挖苦我？你我姐妹互为妯娌，相互照应，不比将来你寄人篱下，看世子夫人脸色过活强。你，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厚颜无耻之人？你若是执意，那姐姐就给妹妹指2条路。姐姐此话当真？这第一条呢，目前你在侯府最大的阻力便是侯夫人。这倘若侯夫人要是一病不起，你做世子夫人，岂不就是水到渠成？那第2条呢？这第2嘛，妹妹的肚子争点气，一举得男，给世子生个长子，最好还是世子唯一的孩子。最好还是世子唯一的孩子。姐姐胡乱说的，二妹妹不用放在心上。至于这惨不惨啊，那就看你自己。小姐，他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好心给他出法子？我可不是给他出法子的。这不管是让侯夫人一病不起，还是在世子妃进门之前生下世子的孩子，于他而言都是死。熹微，世子，你是特意来接我的？沈唐宁又欺负你了？没有的事，就是姐姐还怨着我呢。李洛帅，我夫人怨你，不是应该的吗？你抢了她的夫君，她不怨你，难道还要谢谢你啊？李洛帅，你抢了她的夫君，她不怨你，难道还要谢谢你啊？这个蠢货怎么哪儿都有呢？二弟，你怎么跟你大嫂说话的？大哥，你是不是忘了，侯夫人可从来没有承认过咱们府里有世子夫人。不迟延，哪来的大嫂啊？那你也不该跟熹微这么说话。大哥，我这个人嘛，说话向来是这样的。况且，有人恶意在后面编排我老婆，我当然要替他讨回公道。下次这种没有根据的话，千万别再让我听见了。迟延，你不过就是一个死纨绔，居然讽刺我，居然维护起沈唐宁来了。你已成了亲，现在何必每天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哦，你说斗蛐蛐啊？这个里面的学问其实可大了去了，交给你还不一定能赢呢。你，哎呀，真是夏虫不可语冰。怎么走？娘最烦我把蛐蛐往家里带了，要是被发现，看你把翠翠有多远扔多远。我得回如意居藏起来。哎，读书，读他娘的鸟书！爽！哎，原主12岁中秀才，读书的天赋极高。这些书早就烂熟于心了。我穿越过来之后，也继承了原主的天赋。中举，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啊。哎呀，不过这是侯府，我又是庶子，这举不能中啊！要是中了，池景玉和他妈肯定分分钟把我干掉啊！老婆，对不起，你老公我呢，就只能继续摆烂，当个纨绔。这样
才能保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呢。翠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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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翠翠，夫君，翠翠，这是在干什么？哎，翠翠不见了！哎，翠翠，我的翠翠啊！哎，不会，应该就在这个屋里啊。翠翠是谁啊？翠翠是个小玩意儿，没事的。翠翠，夫君，翠翠，要不要帮你一起找？没事，我自己来就成。翠翠，翠翠，翠翠，这怎么有虫子啊？哪儿？现在没了。现在没了。翠翠，翠翠，翠翠呀，翠死的好惨呀！这就是翠翠。翠翠啊！小姐，姑爷，发生什么事了？翠翠死了。翠翠。翠翠呀，你死得好惨啊！白发人送黑发人，你怎么就走了，翠翠？二郎，我不知道翠翠是你养的，我再陪你抓一只好不好？我知道，肯定比不上翠翠在你心中的地位，但是我尽量给你抓一只活蹦乱跳的。我去，小爷我穿越这么久，当了这么久纨绔，所有人都在嫌弃我，说我玩物丧志，只有这个暴力女说，我陪你再抓一只好不好？夫君，你怎么了？夫君，老婆，我今天对着月亮发誓，你老公从今天开始，绝对不再斗蛐蛐了，不再玩物丧志，不再出去鬼混，不再让你跟着我，遭别人白眼，被别人看不起。我要考取功名，好好读书，为你争口气。好。这第一招尊重且礼敬，看来是有成效的。夫君，我在外面等你。好。见了你孕妇，态度端正点，脸皮厚一点。他给你冷脸，你也忍着。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哎呀，如此，他就算是再气不过，唐宁嫁给了你这种货色，这归宁日他也总是不好将你打出门去的。娘，这话你已经说了不下10遍了。再说了，我这个儿子有这么不堪吗？你想听娘说实话吗？不，算了，我不想听。夫君，哎，来了！哎呀，娘，我知道，你别再啰嗦了啊！放心，走了，拜拜。哎，你小子，慢点儿，别摔着了。你说，亲家不会真将他打出来吧？哎呀，这个沈大人是个体面人，应该不会为难咱家儿的。
要不咱练个小号吧？小号？什么小号？你个老不死的，你想什么呢你？不行就不行吧，你看你还你那么年轻。慢点儿。夫君，你怎么这副表情啊？可是刚刚爹娘同你说了什么？老婆，你父亲他打人吗？就这？这很重要，你快说，你快说，他打不打呀？哎呀，打人行了吧？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父亲他是一个要脸面的人，不会当众让你难堪的，他只会在窝里横罢了。我就说嘛，你爹好歹也是2品尚书，肯定不会和我这种人一般见识。素闻沈大小姐才貌双全，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嫁给了迟燕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可不是吗？一步之差，对世子夫人的位置失之交臂，叫庶妹捡了便宜。我要是沈大小姐，我得成日以泪洗面。呸！我家夫人才没有整日以泪洗面呢。一个世子夫人的位置而已，搞得谁稀罕似的。你说现在这帮人抓着人家后院的这种鸡毛蒜皮小事不放，哎呀，你嫁给我是百般的无奈之举，想来你心中一定是极委屈的吧？厨房那边可叮嘱过了，阿宁爱吃的那几道菜，工序繁杂，食材须得提前备上。回夫人，已经吩咐下去了。姑爷的口味暂且不知，且都备上一些。是，夫人。见过老爷。你是唐宁院里的？回老爷，奴婢是伺候大小姐的。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回老爷，是小姐没用的东西，小姐让奴婢帮忙处理掉的。拿给我瞧瞧。啊，老爷。父亲，孽女，孽女！与前世一模一样的场景。迟燕，岳父大人，你好大的气性啊！在归宁当日，你把新姑爷打成大猪头了。父亲，女儿不知做了何事，何错之有，竟引得父亲如此大动肝火。不知做了何事？便是阿宁有什么过错，老爷为何不坐下，好好与他说道？回门的日子，在府门口就让阿宁没了脸，害得姑爷平白无故遭殃，老爷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你替他说话是吧？就看看他究竟做了什么混账事！
我养了个好女儿啊，名门贵女成了亲，竟然还跟人私相授受，哼，成何体统？老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啊，老爷，你消消气。妾身是瞧着大小姐长大的，大小姐绝对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是啊，爹爹，姐姐的品行，满京城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想必是有什么隐情。行情，这是太子的字，所以跟沈唐宁比得的是当朝太子。若没有证据，我岂会空口无凭的污蔑他？这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难不成我是污蔑他的？阿宁，你仔细看看。岳父大人这是说的什么话？连罪犯都有给自己辩解的机会，就算您是唐宁的父亲，你也不能当街打他呀！父亲仅凭这个就断定我与人私通，您还未听女儿的解释呢，就给女儿定罪了。这难道还不够吗？若女儿说此信并非出自女儿之手呢？这信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岳父大人，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也太过武断了吧！这明白的人知道你是为了女儿着想，这不明白的人还以为你故意在她归宁当日为难她，让她难堪呢。不是。好啊，好你个沈昌！沈西薇跟阿宁换亲的时候，你不说给我和阿宁一个交代，劝我息事宁人就算了。如今阿宁被冤枉，连迟燕这个新姑爷都知道相信阿宁，可你呢？你在干什么？滚开！好，那既然你说信不是你写的，可有证据？父亲且看，这纸是我用的诚心堂纸，不错。只不过呢，这女儿有一个爱好，落笔之前喜欢将纸浸于特制花香之中，这香气啊，经久不散。只是这信纸上并无香气。许是时间久了些，这香味儿自然也就散了。唐宁，姨娘只是随口一说，并未疑心于你啊。若真如方姨娘所说，这信是被放置已久，我怎么瞧上面的笔迹还未完全干透呢？直世子，你博学多才，想来必能断定此信新旧，还请世子帮忙辨别，还我一个清白。靠，老子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啊！媳妇竟然当着我的面去瞅别的男人勾结。新墨色，灰而不黑，不比沉墨质地差。这墨色的确是像新的，并且不超过1个月。怎么样，岳父大人，这下你满意了？这墨色是新，可以是近日书写，但这纸上无香，也极有可能是你没来得及进香。老爷，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是不相信阿宁？你心里既然给阿宁定了罪，那还多说什么？混账！我这也是实事求是。要是不彻底洗清阿宁的嫌疑，这要是传出去，这不仅是丢了他自己的名声，还有咱们整个沈家的脸面。父亲，您怕悔，不过是您自己的仕途。父亲莫急，这陷害我之人呢，准备的十分充分，只不过这百密中有一疏，他遗忘了一处细节。娘子，你说什么细节？夫君有所不知，我呢，最讨厌别人拿手指着我。我幼时学字贪玩，
老是分不清这准字和怀字，到长大分清了以后，倒也习惯了。娘亲也因为这个经常笑我呢。是有这么回事，太子还借此打趣你呢，怎么不叫他阿准哥哥？夫君且瞧瞧，夫君且瞧瞧。岳父大人，这一下你满意了？既然如此，宁儿，是为父误会你了。父亲不必给我道歉，毕竟这挨打的人并不是我。长姐，父亲已经知道错了，想必姐夫也不会计较此事。我看，要不这事就这么算了吧。闭口唇！二妹妹，你倒是大度，这打的不是你男人，一句轻飘飘的接过，你倒是会慷他人之慨。沈唐宁，你作为一个女儿，同自己的父亲斤斤计较，你成何体统？世子可真是说笑了，这巴掌呢没打到您身上，不觉得疼是吧？这个疯女人，她该不会又想打我？世子有所不知，我父亲呢，最是奖惩分明，刚正不阿。他要是做错了事情呢，只怕今夜一整夜都会睡不好。我如此这般呢，是在帮父亲。迟燕，是岳父没调查清楚事情真相，方才也是一时冲动，委屈你了啊。岳父大人，不打紧，我受点小伤没关系。可这次经历这么一遭，我娘子心里才是最委屈的。哦，是吗？千真万确，小姐。禀父亲，伪造信件的人已经抓到，带上来，带上来。我一个来自21世纪的人都没能这么快找到蛛丝马迹，我这老婆这么牛逼吗？这不是福尔摩斯、女版柯南吗？求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回老爷的话，小姐出嫁当日，奴才看到璎珞鬼鬼祟祟的进入了方姨娘的房间，出门时手上便多了她今日给老爷的这封信。是吗？那这么说，你撞上我的时候，你是故意做小动作藏书信，是有意想让我看到的？如此说来，这信件是你故意制造，然后让这贱婢用来陷害我家阿宁的。夫人，妾身是冤枉的，夫人。父亲母亲，姨娘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这其中必有隐情。是啊，岳父大人、岳母大人，我也相信方姨娘她绝对不会做出此事的。我沈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来插嘴。本世子不过觉得此事恐是误会。误会？此话怎么说啊？这事儿没发生在你房里那女人身上。再说了，沈家的事就要交给沈家来处理。这个归宁宴最不应该插嘴的人就是你。这个归宁宴最不应该插嘴的人就是你。世子，这是我沈家的家务事，想来还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来插嘴。世子这管闲事都管到别人家后院来，手伸的可真是长。你好了，烦请方姨娘解释一下，我女儿院里的丫鬟为何会到你院子里去？夫人，妾身觉得璎珞手巧，打得烙子也好，妾身便想请教她一二罢了。
没想到叫人误会了。夫人，妾身真的是冤枉的。姨娘，璎珞，你说，小姐，是奴婢鬼迷心窍，奴婢知道错了，求小姐原谅奴婢，求求你放过奴婢一马，求求您了。与太子私通，稍有不慎便是株连九族的大罪。你在陷害我时，可有想过给我留一条生路啊？老爷夫人，这些首饰是从璎珞的屋子里搜出来的。这只红宝石雕凤头钗，怎么瞧着方姨娘簪过呢？这不是我丢的金凤头钗吗？璎珞竟然被你偷了去！方姨娘，你被主要偷窃的奴婢，我沈家容不得你，直接发卖了吧！小姐，求求你帮帮我吧，奴婢知道错了，奴婢下次再也不敢了。你我主仆情谊已尽，你求错人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拖出去！小姐，小姐，我错了。好了好了，都坐下吧。是。让两位贤婿都看笑话了。哪里的话，托岳父大人的福，我才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你还跪着干嘛？是想让大家看笑话吗？老爷，起来。夫人，你看这宴席之事，我与阿宁和迟燕还有些话要说，过会儿功夫才开席。老爷和世子，请自便。老爷，要不咱们……这！哎，夫人，你等等我，我还有话和你说呢。老爷，你等等我。娘，等等我！哎，薇薇，好孩子，还疼吗？岳母大人多虑了，我在家里经常被我爹和我娘打，这也不算什么，比这严重的多了去了。我靠！完了！瞧我这张破嘴得不得啥呢？第一次见丈母娘，我是不是该表现的稳重点啊？这么说，好像搞得我三天两头都在惹祸似的。那不一样，阿宁这孩子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自小呀娇生惯养。我本来还担忧她嫁了人会受委屈，不过今日见你有这般护着她，我也算放心了。可惜娘上一世至死都不知道我在迟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没想到这个看似纨绔的男人却很维护我。岳母大人，那您跟唐宁聊吧，我出去转转。我叫雪清带你。哎，不用了，我就喜欢自己瞎溜达。走了，拜拜。这换亲之事，倒是苦了你了。娘，这是好事。今天您也瞧见了，这迟景玉并不值得女儿托付终身。可迟燕她是女儿自愿嫁的，您不用担心。这几日女儿观其心性，虽顽劣却纯善，假以时日，一定不会比那迟景玉差。娘今日瞧着，也觉得她没有外界传闻的那般不堪，左右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你心中有数就行。方氏母女，以往倒是我小瞧了他们。娘，他们敢如此嚣张，无非是有所倚仗。娘觉得你父亲，我算是看明白，这么多年他偏宠方氏，我可以容忍，因为我不在乎。可他万不该将你也给算进去。从前父亲伪装的极好，宛若一个真正的慈父良父。可经历了今天的事，母亲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往后都会留个心眼，
暗暗提防父亲，也不枉自己将计就计，还险些挨了一巴掌。阿宁，你放心，这份委屈，娘不会叫你白受。此举虽不能彻底扳倒方氏，却叫母亲看到了她的野心。方氏多年来的隐忍蛰伏，也算是功亏一篑。这会儿心里不知道有多憋屈。娘，您消消气，喝茶。岳父大人把人这么疼，这神府的居婿应该也很忙，肯定比翠翠更厉害。我要抓一只回去，大杀四方。璎珞呢？回小姐的话，方才来了牙婆，已经把人带走了。这丫头吃里扒外，只是发卖，倒是便宜了她。盯紧她的去向。小姐，您这是做什么呀？璎珞她出卖您，难不成您还要顾念旧情？我是要你找到她，并亲眼瞧着她咽气。是小姐，奴婢知道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想到这里躲个清静，却没想到无意间偷听到这么一段谈话。沈唐宁事无巨细，早就知道丫鬟背叛了他，故意演了这么一出戏。他真的有抄常人的能力吗？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呢。今日之事，说不定心里还嫌我多管闲事，坏了他的口臭气。唉，美人如花隔云端，只可惜啊，是不是花？惹不起，惹不起。娘，我已经成功嫁给了世子，你还多此一举陷害那个贱人干什么？刚才差点被他拖下水，你让世子怎么想我？娘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在世子心中位置稳固一些。换亲虽然成了，但是你知道世子的心中是否还会惦记沈唐宁？绝无可能，世子他心中只有我。娘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什么海誓山盟，什么只爱你一个人，全都是屁话。这男人嘛，都是贱骨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那是您觉得，世子他跟其他男人不一样。熹微，你别傻了。好了，娘，您别说了，您就只用看着我是怎么在侯府把沈唐宁那个小贱人一步一步踩在脚底下就行。纸砚呢？二郎怕是在府中闲逛迷了路，找不到了吧？一点规矩都没有。姐夫该不会是抛下姐姐自己先回了吧？去找找。是。谁说我走了？哎呦喂，我这才出去一会儿，你就说我丢下唐宁回府了。我要是再来晚点儿，还不知道要被二妹编排成什么样子。好孩子，快坐快坐。哟，二郎还知道回来呢。你在府中跟逛街似的，怕是连吃饭的地儿都不知道在哪儿吧？沈府是有些大，我绕来绕去绕了半天，绕的头都晕了。这府中的下人真是没规矩。娘，你可得好好给他们立一立规矩了，不然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长幼尊卑。是啊，这府中的规矩确实该好好立一立。好了好了，人来了就行了，吃饭。沈熹微，方姨娘，来吃。上一世的仇咱们慢慢来。世子，我一点都不急，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慢慢的死去。老婆，我表现的怎么样？怎么样？还疼吗？爹娘，闺女，这你爹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人。爹，你别这么说，岳父大人。我爹他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人。二郎呀，你是不是被你岳父岳母从家里赶出来了？娘，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娘，
二郎非但没有被赶出来，还替我撑了腰。是吗？来，快给娘说说，你是怎么帮藤宁撑腰的？哎呀，说嘛说嘛，我儿好不容易给娘长一回脸，娘想听。娘，还是让我来说吧。今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刚到门口，我准备被吓大了，说时迟那时快，二郎顿时一个左手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抓住了我爹的手，担心被一不小心岳父大人调他打我吧，于是我一个左右拳一个巴掌给他下走，二郎全部用身体把他所有攻击。对，今天的事情呢，大致就是这样。帅翻了！儿呀，娘就知道，就你这样，第一次去你岳父岳母家，肯定是挨打。儿子，我看看来。哎呀，爹娘，你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哎，算了，不跟你们说。媳妇，我们走。沈昌，你用点力嘛。好。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池家老二。我没有去找你，你倒是找上门来了。整个燕京城都说沈大人是个体面之人，可在池某人眼里，你只不过是个龌龊小人罢了。我家燕儿回门之日，你居然把他给揍了！你家池燕一天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都是跟你这个老纨绔学的吧？沈昌，你这个老王八蛋，给你面子，我管你叫声沈大人；不给你面子，你连个屁都不是！哼！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大哥可是当朝的侯爷，要是在圣上面前揍你一顿，你这个官儿还能当下去吗？是打我，来打我噻！打我噻！来打我噻！干嘛？哎呀，姑爷，你不要再逃课了，小姐又要让你跪搓衣板，又要打你屁股，又要让你打地铺了，你脸还没有消肿呢！姑爷，你在哪儿？姑爷，你在哪儿？哎呀，气死雪清了！这都看不见，是真瞎呀！爹，你脸怎么了？儿子，我告诉你啊，今儿爹干了件大事，爹找沈昌去了，将他一顿胖揍，不是左一拳右一拳，打得他苦苦哀求。要不是他两位夫人拉着，求我放他一马，我将他打得满地找牙，就揍你这怎么？把他老王八蛋打成了猪头，怎么样？爹够意思吧？我算是明白了，原主为什么这么傻。原主是什么？爹啊，你说你把人家打成猪头，我看你现在更像猪头。像吗？姑爷，大小姐要找你来圆房啦！啊，真的假的？小兔崽子，还没圆房？哎呀，姑爷你在这儿，父子脸。雪清，第4个人知道，不能被我老夫知道。爹，这交给你了。
二郎，我不知道翠翠是你养的，我再陪你抓一只好不好？之前不小心踩死了二郎的翠翠，我答应过他要再给他抓一只。今日归宁回府，左右也没什么事儿，不如我现在就去。哎，你们家小姐呢？回姑爷的话，我家小姐去花园捉蛐蛐呢。捉蛐蛐？是啊，姑爷。啊，姑爷，你去哪里啊？我也去捉蛐蛐。啊，姑爷，外面冷，你把衣服给披上啊！小心！流转在你眼眸，一边遗忘，一边拼凑。你还打算抱多久？哦，你这大半夜的，是来找蛐蛐的吗？我不是答应过你会补偿你一个吗？唉，多大点事儿，不就是一只蛐蛐吗？不用那么麻烦。那怎么能行？我说过的就得做到。再说了，你明明那么喜欢翠翠，我却给踩死了。其实，比起蛐蛐，我更喜欢你。你说什么？哎，没事。你不是要找蛐蛐吗？我来教你啊。找蛐蛐啊，其中是有诀窍的，你要仔细的听声音。啊，在哪？哇，职业，你也太厉害了吧！你真的抓到了？那是。小爷我就是专门干这个。我就说吧，肯定有戏！我这傻儿子出息了呀！你们轻一点，轻一点。哦，这傻儿子可以，有我当年的风范。职业，你干嘛把它给扔了？不要了。就丢了。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嫌弃这只没有翠翠好，不如翠翠。哟，这个暴力女竟然还有这么小女人的一面呢。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找，这么多蛐蛐，总有一只能比翠翠好。蠢女人！赤焰，你竟敢骂我！骂了又？你就是个蠢女人。什么意思？你不是要让我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吗？那玩蛐蛐干什么呢？不玩蛐蛐，好好读书，考功名。真的？二郎，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什么？不过我一直很好奇，老婆你怎么像能预知未来一样？看似你一步步往南墙上撞，最终都是别人落入你的陷阱。你到底是聪明绝顶，还是有什么连为夫都不知道的小秘密？夫君，你相信我吗？我曾经做过一场梦，在梦里，我嫁到侯府10余载，执掌中困，孝敬公婆，却不想所嫁之人池景玉与沈西薇勾搭成双，最后他们索取完我母族的钱财，联手将我害死。我
梦里发生的一切不再出现，所以你重生了。所以你重生了。你相信我是重生的？当然了，因为你老公我是21世纪的穿越者。穿越者？你可以这么理解，我是从另外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就好比1000年之后。我们那里，女人管男人叫老公，男人管女人叫老婆。那边的女人呢，可以读书，可以上学，可以做生意，甚至可以做官。竟还有这样的时空？你相信我吗？老婆，你既是重生者，那你一定知道我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英雄？你3年之后，死的暴毙而亡，死的暴毙而亡。什么？哪个该死的把我给杀了？你赶紧告诉我，我马上过去把他给干死。哎呀，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不过这事跟侯府肯定脱不了干系。你是重生者，那么你一定知道后面的剧情，而我呢是穿越者，也知道很多这个朝代的人都不可能会知道的事情。我们提前布局好，那一定可以改变一切，甚至颠覆这个朝代。那我们破局的第一步，就是你考取功名。考取功名？不过，老婆，如果我高中的话，我能不能和你圆房啊？我结婚到现在还是个童子鸡，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人家要笑死我了。你什么你这个当徒子！老婆，我怎么就当徒子了？我想跟我老婆睡觉，说出去我天经地义啊！我老婆，哎，快走快点，小姐要亲自试菜，府里不怀好意的人可多了，可千万别让咱们姑爷有什么损失。上一世，迟燕卷入侯门纷争，被下毒，暴毙而亡。这一世，我一定会护你周全。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老婆，你怎么来了？父亲温顺辛苦了，来吃点水果。哎，偷袭！这是谁老婆的手啊？放开，死变态！雪清，把门关上做什么？
把门关上做什么？说不清缘故，我为何只顾着将你拥住？千万缕酸珠在你泪滴划过，我是放逐。世人无数遍为你深无助，过分！连命数都想宽恕。过分？过分什么？如故白首却无助。二郎，这样不行，我害怕。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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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迟燕，要不这样，等你高中之后，我们再圆房。那要是我高中不了呢？怎么可能？二郎，母亲都说过，你12岁时便中了秀才，区区一个举人，对你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前些年你考3次，落榜3次，定是你的心思都没有花在读书上面。今后有我监督你，你一门心思的读书，我就不信还不中。老婆，哎呀，不是我考不中，而是我不能中。不是我考不中，而是我不能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婆，你想想，我出生在侯府，又是庶子，要是我真中了，让大房有了危机，那到时候我大哥和侯夫人那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啊，让我们一家人全部都陷入危险。所以二郎你是害怕我也连累到其中？不然呢？那二郎，我问你，倘若不考虑这些，你能否高中？老婆，不是我吹牛，你夫君我那可是12岁就中了秀才的少年天才，这些书不是我不想读，我早就已经把书给读得滚瓜烂熟。所以说这举呢，不是我不能中，而是我想不想的问题。那二郎，既是如此，那以后你只管一门心思的读书，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交给你？当然了，之前呢，你们在侯府里面势单力薄，但是你别忘了，如今你已经娶了我，我可是尚书嫡女，皇亲国戚，以后你只管一门心思的读书，我看着侯府里的人还有谁敢作妖？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好老婆，太好了，我的好老婆，以后我的靠山就是你了。我要读书，好好读书，我要金榜题名，还有我要圆房，圆房。您喝茶。娘，这怎么回事？我就出去没多久，怎么就这样了？我怎么知道？谁知道那个小贱人怎么回事？我看他就是装的。你说什么呢？他好歹是我爱的人。你为了一个贱人跟我吵架，要不是他，沈唐宁就嫁到我们家了。什么贱人贱人的？你早晚都要死，要陪我的人是他。你这个不孝子！怎么了？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你？那怎么了？你现在家里上上下下的钱都是我来挣的。就你这点钱，够干啥？要不是我，你这个世子的位置早就没了。就算没有你，我现在还是世子爷。二小姐今天晕倒了，世子因为这件事还在和侯夫人吵架呢。意料之中，我那个妹妹不是个伏低做小的性子，她伺候侯夫人一段时间，假装劳累晕倒，让池景玉为了维护她，跟侯夫人爆发争吵，倒是个好算计。小姐，那我们要揭穿二小姐吗？无凭无据、空口说的东西，
如何揭穿？小姐，雪清脑子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沈西薇装病晕倒，尝到了甜头，今后她一定会更加不顾一切的往上爬。我们是时候给她放点饵了。小姐，您装病让世子和侯夫人吵架这一步走得可真妙。侯夫人已经连续2天没下床了，听说是被世子给气惨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说的也是。侯夫人不是个好相与的婆母，世子也不是个傻子。装病这法子1次2次或许管用，但次数多了，世子肯定会没了耐心。所以得想个法子，一劳永逸。你说的可是真的？这才多久啊，夫人就打算给世子娶妻？那还能有假？我那老姐妹在夫人院子里伺候，她亲口说的。你想想看，自打世子纳了沈姨娘，就变了个人似的，夫人能不着急吗？这倒也是，只是这世子飞进了门，分走了世子的宠爱，沈姨娘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这个老钱婆竟打的是这样的好算盘。不说这个了，听说你那侄媳妇怀上了，恭喜恭喜呀！可不容易吧？这都3、4年没动静了，可不是吗？多亏了之前那老道士给的偏方，大夫说这一胎极有可能是个儿子呢。什么偏方这么管用？给我那儿媳妇也试试。姨娘，侯府的下人便是你们这般躲在一旁，私底下嚼主子舌根的，有你们好果子吃。沈姨娘饶命，奴婢们再也不敢了。2位嬷嬷莫急，此事我可以不与你们计较。不过你们得告诉我，这么有用的偏方是什么？小姐，小姐，小姐！成了，秦嬷嬷和容嬷嬷故意引起2小姐注意，2小姐真的上了钩，已经弃爱了偏方。尾巴都处理干净了吗？放心吧，小姐，我给了2个嬷嬷1大笔银子，过几天他们就借口有事回家照顾小孙子去了。办得不错。小姐，你说胡头2小姐真的拿这个方子去跟侯夫人说自己怀了孕，时间又生不出来，露了馅，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当然是乱棍打死。小姐，你的点子怎么这么多？雪清就想不出来。就你嘴甜。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是不是要去2公主的赏花宴啊？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就这事，你火急火燎的跑过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这不是怕你不带我去吗？不就是一个赏花宴，有何不可去？是这样的，我不是怕你不带我去，我是担心我爹娘不让我去，他们都说我胸无点墨，去了也是丢人。那夫君是胸无点墨之人吗？当然不是。老婆，你相信我，这一次我只要去了，直接碾压全场。行，我同意了。老婆，好老婆，太好了！我在屋都已经读书读得闷死了。奶奶，我要带我老婆，不，娘子，去参加云安公主的赏花宴。代我向云安公主问好，你们2人在路上要小心呐。奶奶，放心吧。好，走了。长姐，你也要去云安公主的赏花宴吗？正好，我们一起坐马车走吧。你让我老婆跟你们坐一辆马车，你什么货色？你不过就是我大哥的一个妾室，说好听点是妾室，说不好听就是个小三儿，摆不清楚自己的位置，脑子有毛病。
二郎，我没有这个意思。二郎，二郎是你该叫的吗？都要吐了。你，迟燕，能不能不再使坏了？啊，不必了，我们坐自己的马车就好。走了，迟燕。阿谀奉承，小人，偷该仔，杀！再骂就过不了审了。什么是剖该仔？一会儿跟你说。世子，人家也只是好心，姐姐的马车那么小，坐着肯定不舒服。你好心，人家也未必领情啊，不用管他们，咱们走。廷玉，廷玉，见过三皇子。哎，免礼免礼。你多久不进宫来看我了？你知道咱俩好久没见了。家中有事，属事有些脱不开身。行行行，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好，走走。这位想必就是世子夫人沈熹微，沈二小姐吧？能得沈世子芳心，果然是美貌动人，贤良淑德呀。见过世子夫人。过奖过奖。什么世子夫人？我大哥不过就是那的一个妾，被别人夸两句，尾巴都翘到天上去。迟燕，干嘛？我说的不对啊？你什么你？老婆，迟燕，你别这样。怎么了？你这样显得稍稍有点懵了。懵了？对啊，毕竟这里不是。我在别人眼里本来就是个纨绔，忘了点怎么了？你又是我老婆，我爱咋亲咋亲，想亲就亲，怎么样？这有辱斯文啊！有辱斯文！不知羞耻！娘娘，娘娘，想死你了！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侯府的马车，还在外面找你呢。沈熹微怎么也来了？沈熹微怎么也来了？她现在啊是池景玉的妾，池景玉来便将她捎上了。狐妹子就是狐妹子，她娘是，她也是，连换嫁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最后连个正室都捞不到。温侍郎家的千金，温瑶是吧？你很好啊，很对我的胃口。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臭顽童，京城有名的混子。唐宁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走，他娘，咱俩赏花去。我靠，这妹子咋敌我不分呢？子恒啊，你说你这前未婚妻倒也没有传闻中的那般对你情根深重啊。三皇子说笑了，我与他的婚约本是家中长辈定下，自然谈不上什么情谊。哼，你当真不后悔？这有什么可后悔的？哎，也是啊。这有些人呢，错把珍珠当榆木。本宫啊，是真替你惋惜。平安公主到。参见公主。都免礼吧。是。本宫还以为你最近事多，今日便不来了呢。云安姐姐，怎么会呢？这赏花宴我每年都来，今年我不仅来了，我还将我的夫君侯府二郎迟燕也一同带了过来。姐姐您瞧瞧。二公主好，我是唐宁的老公，啊不，夫君。二郎好，久闻大名。哦，二公主，你听说过我的故事？你正经点。哦，二公主，以后咱们常来常往。啊，二郎还真是率真豁达呀。各位，今日赏花宴，
花已赏完，以往按照流程便是作诗了。诸位，可有人愿意在我等面前一展佳作呀？吃也没个吃相。既然诸位都不愿意先做，那孙某不才便抛砖引玉。请。好。今日二公子请我们赏的是桃花，那我就以桃花为主题，作诗一首：春风拂面桃花笑，粉面含羞映日娇。蝶舞蜂飞花间戏，香飘四季醉心潮。好啊！好，县长，此书好诗啊，确实是意境沛然呐。夫君，你对作诗不感兴趣？不是我不感兴趣，是我对他们做的诗不感兴趣。开玩笑，小爷我当年上学那会儿学的唐诗300首，偏偏都是底级，哪里是这些人做出的诗可以比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读书嘛，好，读书。夫君，你要不要上去做一首？我是出来玩的，不是来出风头的。不去，不去。世子，我记得二郎12岁时就中了秀才，当时他的诗才也是名满京华的吧？诗才这东西跟他可不沾边儿，就算是沾边儿，那也是以前。对呀，子豪，你家二郎那诗才从小就名动京都，今日他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让他做一首。是啊，迟燕，你不是素有诗才吗？今日何不作诗一首，让我等品鉴品鉴呀？诗才，他一个京城有名的纨绔，有个屁的诗才！这迟二郎年少成名不假，可是他中了秀才之后，连续3次科举不中，早废。就是。我说诸位，倘若这诗今天我做出来，尔等当如何？切，你做出来便做出来。今日赏花宴本就是有作诗的环节，你做一首诗而已，还想当如何？哎呦我去！老子吃东西就吃东西，不作诗就不作诗。要你们在这儿来阴阳怪气来嘲讽老子，瞧小爷给你们惯的！你什么你？你没事就给老子给我一边待着去！狗一样的东西！赤焰，你有辱斯文！傻逼！狂妄！迟燕，今日是二公主的赏花宴，你在此大放厥词，你该当何罪？我说，老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吃个葡萄，静静的看着你们几个装，我招你们了吗？你们这几个傻逼一个一个的来嘲讽我，要在平时，老子早就把你们给干翻了。哼！哎呀，哎呀，二郎，今日是赏花宴，这里是公主府，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如此粗俗，骂人有失风范呀。还有你，地罗春，石燕，西薇是我的人，你把话给我放尊重点。我再次声明一件事，这个贱人不过是我大哥的一门妾室，他就是故意向大哥提起我，引得大家对我群嘲，所以我说这是个贱人，一点毛病没有。够了，你给我滚出去！这什么破地方，我还不想待了呢。媳妇儿，胡闹！迟燕，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想骂便骂，想来就来，想走便走。云安姐姐，你听我说，这是……你闭嘴，这不关你的事。迟家二郎，今日这件事，你必须给本宫一个交代。老婆，走。
二郎不知，还请公主明示。你与旁人既然是以诗起的争执，那你就作诗一首，只要能让本宫满意，本宫便让你离开。否则，这不公平！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公主您与我长姐交情莫逆。若是您存心放水，给他们台阶下，那这件事岂不是要草草了之？那你当如何呀？很简单，只要二郎能够做出一首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满意、都无可挑剔的诗来，那便作罢。您说呢？好啊。沈西薇，你来做一首让大家都满意的诗啊！你来啊！我又没有冒犯公主，我为什么要作诗？你没在公主面前放肆，那你读过书吗？做一首让在座都满意的诗，就算是当今连当诗坛魁首陆文昭来，都不一定能办到。你让一个在京城臭名昭著的纨绔来写，亏你想得出来！我呸！拿纸笔来！来，给他纸笔。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诗，好诗啊！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诗啊！怎么样？既然如此，我要开始装逼了。大鹏一日红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飞流直下3000尺。世人真我横书跳，可花秋月何时了？宣布有能未卜生。人生得意须尽欢，长风破浪会有时。高堂明镜飞白发，老夫纵情火热，又有情藏。长风破浪会有时，明月几时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知天上宫阙，问君能有几多愁？举杯邀明月，不见皇城三人，恰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不是说这迟燕就是个败家子，一个纨绔，纨绔吗？这还真有诗才啊！举头望明月，低头眺远方。老婆，我们走。这个暴力女，该不会是觉得我今天给她丢了脸，所以想像对其他人那样，在心里想着怎么对付我吧？你别这么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福杰，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这3年没有考中，不是考不中，而是你不想考。哎呦，合着之前你都没有信过我？我当然相信了，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相信。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吧，你知道我是21世纪的穿越者，所以这些诗其实都不是我写的，我只是一个大自然的搬运工。行行，我知道了。你想低调，那咱就低调，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哎呦我去！哎，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写的诗，那么迷恋我的所作所为，不如我们现在就圆房，好不好？可不可以？
二少爷，夫人，车到了。知道了。哎，什么破车，开这么快？夫君，娘子，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夫君，你看你多用功，我来了你都不知道。喝茶。这不快要秋闱了吗？我多看点书，到时候考试也多有几分把握。夫君，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哎！老婆，你听我解释啊！石燕，我还以为你在用功读书呢，没想到你竟然在看这种书！这老爷，别跑，个臭流氓！石燕，你给我站住！小姐姑爷，该去给老夫人请安了。老婆，我们要给老夫人请安，我先去了啊。熹微，给老夫人敬茶。怎么了，熹微？是哪里不舒服吗？只是有些头晕，世子别担心。既是身子弱，那便好好待在院子里，少出来走动，免得磕了碰了，还要赖在别人头上。母亲，熹微自有体弱，许是真有不适，您何必如此苛刻？我苛刻？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他既然身子不适，那便请府医过来瞧瞧，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毛病。去，把张大夫叫来。是，妾身听侯夫人的。鱼儿上钩了。见过老夫人和各位大人。张大夫，你可要仔细瞧瞧，看看沈姨娘的身子究竟是什么问题。你如实说便是。回侯夫人世子，姨娘脉如走珠，往来流利，这是有喜了呀。世子，我们有孩子了。你没有听错，你确实有孕了。这怎么可能？这小贱人天天都喝婢子汤，她怎么可能有孕？这个孩子留不得。这老千婆果然是个心狠手辣的。夫人，妾身知道您不喜欢我，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求夫人放孩子一条生路吧。熹微，你这是做什么？求求您放过他。母亲，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罚就罚儿子，不要难为熹微和他肚中的孩子。你还顾他？世子，蠢货！你可知，这个孽种要是生了下来，外头的人要知道了会怎么看你？母亲，旁人的言论有那么重要吗？儿子只知道大丈夫俯仰天地，无愧于心。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那才叫人笑话。哎呀，这世子与二妹妹当真是伉俪情深，我们这旁人看了都十分动容。不如侯夫人就成全了他们吧。是啊，大嫂，毕竟孩子是无辜的，那可是活生生一条命啊。好了，你早不做打算，如今木已成舟，你还闹什么闹？母亲，这个孩子留下来，至于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谢祖母，谢祖母，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沈西薇怀孕，你这么开心啊？这是喜事，为什么不开心？这个女人又在琢磨什么坏事？小姐，你都不知道，二小姐在打怀孕以后，老夫人就下令吃穿用度都先紧着她，过得可风生水起了。侯夫人呢？侯夫人现在对二小姐打不得骂不得，非但如此啊，她还得好好护着二小姐肚子里的孩子。若二小姐有什么闪失，众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她。你说，按照侯夫人的性子，倘若这日后她发现沈西薇怀孕是假，骗她是真，她会如何？小姐，咱们给二小姐的那方子是假的，给二小姐把脉，确认二小姐怀孕的那个大夫也是咱们提前打点好的。回头啊，要是侯夫人知道二小姐没有怀孕，那她肯定把她这些天受的气呀，都加倍的奉还回去。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王管家，我上个月才支了一笔银子，这还不到1个月就花完了。母亲，二少夫人，王管家怎么在这里？唐宁啊，你先在旁边坐会儿。你说吧，王管家。二夫人，您是知道的，如今府里多了位小主子，这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不得要银子呀？这以往我也补贴过大房，这没错。如今大房的妾室怀了身孕，这也算在我头上，这算怎么回事儿？那沈西薇怀的又不是我二房的孩子。等等，王管家，刚刚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替大房来向我们二房要银子了？二少夫人，您有所不知，侯府历来都是如此。这寻常人家大房花二房的银子都是被人瞧不起的，更何况是侯府这样显赫的门楣。是，王管家日后不必再来，我们二房不会再给银子给大房。二少夫人，听您这话，是打算不给了？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好，二少夫人，告辞。母亲，方才是唐宁僭越了，母亲勿怪。好孩子，娘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房好，委屈你了。说来也是怪我们做父母的不争气，想让大房帮衬帮衬二郎，才一直给他们补贴，否则哪儿用得着看别人脸色过活？母亲，我能理解您的良苦用心，不过正所谓斗米恩，升米仇，我们一昧的忍让，只会让别人更不重视。是这个道理。况且唐宁认为二房并不欠大房的，夫君能否成才，靠的是他自身。我们确实可以为他铺路，可能不能走上这条路，能在这条路上走多长，得看他自己。您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我还没你看得明白。您是当局者迷。你说大嫂那边心存不满，该当如何？侯夫人是要脸面的人，即便心存不满，她也只会往肚子里咽的。沈唐宁当真这么说？千真万确呀，夫人。他沈唐宁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打我的脸？可不是嘛，夫人，他那般放肆，可不就是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贱人，岂有此理！
他当真以为这府里没人能治得了他了？这事儿我不好出面，但有人能出面。都说咱们一家人，可一笔写不出2个池字。可有些人偏要在我老婆子眼底下兴风作浪，也不知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我说的对吗？母亲这话何意？恕儿媳不大明白，可是儿媳哪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祖母，您向来处事周全，做事谨慎，这是有什么误会？您消消气。起来吧。本来这事儿吧，不该闹到母亲面前，但我也实属没办法。弟妹，你也知道，母亲的身子向来不大爽利，须得时刻用名贵药材补品温养着。可如今府里捉襟见肘，咱们做晚辈的节俭些也就罢了，母亲一把年纪，总不能让她也跟着受罪吧？侯夫人，这照顾祖母本就是我们分内之事，二房该出的银子1分都不会少出。公公同侯爷与世子一样，每个月的俸禄也是尽数充公。可世子爷打点仕途的花销，我二妹养胎的开支等等，总不能都算在我们二房的头上吧？对，就是这个理。老二家的，一家人分得那么清做什么？你们手头宽裕，多帮衬点也是应该。等景玉在朝中站稳了脚跟，要提携你们家那个混账东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祖母，您这话的意思，说的好像朝堂是池家的一言堂一般，想提拔就能提拔的一样。住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不要命了？这话不是祖母说的吗？这是我的意思吗？那祖母许是孙媳理解错了。只是如此看来，侯夫人都没这个信心。若是我们池家若要靠世子，这根本就是行不通啊。我夫君近日在功课上也十分用功，我相信凭借夫君的努力，定能闯出一片天地。若是以后夫君做了官，以后在朝廷中打点也是需要银子的。如此看来，我们二房的手中其实也并不宽裕，说不定到时还得多多仰仗世子，在朝中疏通关系呢。你想得美！那好吧，看来侯夫人不太情愿。就迟宴那个草包还能考中，还想让世子帮忙疏通关系，做梦！那既然如此，那日后大房出多少银子补贴宫中，我们二房就出多少。若是想我们二房多出，大房就先起个表率作用。只不过日后若是再想让我们二房的银子补贴大房，门儿都没有。想来大家都没意见吧？二郎，二郎啊！娘，你怎么过来了？正想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你媳妇今天有多厉害。侯夫人和老夫人的脸，那是一个赛一个的难看。哟，可是让为娘好好出了口恶气。娘，您这么着是不是不太好啊？平时不还教育我要尊重祖母吗？这要是让外人听了去……你什么德行？我这个当娘的还能不知道？那是随着娘您了。傻小子！
不过你还真别说，你还真是傻人有傻福。你瞅瞅你，也就这张脸能看，沈唐宁能看上你，那真是咱们家祖坟冒青烟了。有您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吧？我也没那么差劲吧。再说了，就凭我这张脸，那不迷倒万千美少女吗？你还真敢说。那是，不然唐宁怎么会看得上我？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傻小子，这都快2个月了吧？你和唐宁，你们怎么还没……娘，夫君，你们在聊什么？哎呀，唐宁啊，你怎么来了？厨房今日做了银耳炖雪蛤，我看夫君读书非常辛苦，所以来给他送一碗。雪蛤这玩意儿好像有补肾壮阳的功效，怎么我看着很虚呢？哎呀，好，还是你想的周到。行，那你们夫妻俩慢慢聊，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啊。娘慢走。夫君，快过来。这雪蛤羹得赶紧趁热喝，凉了口感可就没那么好了。夫君近来倒是勤勉，不如我给夫君放2天假。什么意思啊？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夫君这是说的什么话？怎的？平时我蛮不讲理？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你在富荣院中说那些，就不担心老夫人和侯夫人记恨上你，回头给你使绊子？一味的忍让，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放心吧，我还有后手，马上就收我。又是什么坏招啊？夫君说是，那便是了。对了，夫君，过几日我要去普陀寺进香，夫君可否愿意和我一道？不行，这事儿绝不能这么算了，不然我的脸面岂不是让沈唐宁踩在地上？日后我还怎么服众？银钱是其次，沈唐宁此举是挑衅，是踩在我的脸上蹦的。夫人，世子来了。景玉，今儿个下旨怎的这么早？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跟你。别再问二婶要银子了。我的孩子，何时沦落到要别人来养了？难不成我还有错了？我这是为了谁呀？儿子知道您良苦用心，可您想想，如果这事传出去让万人知晓了，旁人会怎么看我？儿子在朝中又如何立足呢？母亲这样做不也是为了你？你平日里上下打点，还有吃穿用度，哪里不要银子？儿子在朝中已经有了一定地位，也不需要时常打点。咱们家自诩清流，如果太过铺张奢侈，反倒招人眼红。另外，儿子每月也有俸禄，倒是熹妃，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不就是她吗？那二房那边？二房那边，母亲不必再管。目前咱们大房最紧要的，就是先照顾好熹妃。姨娘恕罪，姨娘恕罪！拉出去，打！姨娘饶命！姨娘饶命！姨娘！沈唐宁，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当上世子夫人，我要你在这个侯府寸步难行。小心点儿，沈姨娘有孕在身，要是沈姨娘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待得起吗？沈姨娘恕罪，沈姨娘恕罪啊！跑这么快做什么？回沈姨娘的话，沈二爷和小二夫人明天要去普陀寺上香，所以小人今日将马牵出来遛弯，早做准备。沈唐宁和迟燕明天要去普陀寺上香，滚吧！是。
话都带到了吗？回小二夫人，话带到了。赏。谢谢小二夫人，谢谢小二夫人。下次还找我哟。沈西卫的大舅和二舅都会武功，像明日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错过，一定会让他们去普陀寺埋伏我们。小姐，二小姐派人刺杀您和姑爷，再加上贾韵，这2件事若是被当众揭穿，那他肯定完了。娘，这大白天的，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娘，我刚刚得到消息，沈唐宁和迟燕明天要去普陀寺上香。这他们要去上香便去，与我们有何干系？娘，普陀寺在深山，人迹罕至，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你的意思是？大舅和二舅武艺超群，咱们可以让他们趁机去普陀寺，除掉沈唐宁和迟燕。大祖母，我跟迟燕就先去给大家求祈安符了。好，山路崎岖不好走，一路平安呐。走了，祖母。长姐，我听说你要去普陀寺求平安符，能不能带上我呀？正好我也想为肚子里的孩子求个平安。这个碧螺春没事瞎凑什么热闹，耽误老子过2人世界。这山路崎岖，妹妹这肚子还不到3个月，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吧。这万一要有什么闪失，我可担当不起了。没事儿，长姐，哪会出什么事啊？那就这么说定啦。老婆，我们走。你说你二妹这人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夫君当日可是差点就与二妹成亲了呢。若当日是你们2个成亲，夫君也会如此说吗？我们现在都成亲了，你说这个干什么？夫君不用紧张，我不过就是做个假设，我又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若是我真的跟他成亲了，那我只能给他应有的尊重，其他的我好像也给不了什么。应有的尊重？你这样的性子，我当真少见。像古代女子地位的确低下，不过小爷我是21世纪的人，在古代女子的一身荣辱皆系于夫家，而我这种不成器的，要是有人愿意嫁给我，那我肯定要给她尊重啊。夫君莫要妄自菲薄，你是很好的男儿。你在瞎说什么呀？放在古代，你二妹这样的是指定看不上我的。那是他没有眼光，你很好。的确，我确实有很多优点。哎呦，你这么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矫情，碧螺春，哼！二小姐，该上山了。我上不上山要你一个“逼”字来讲，赶紧滚，不然要你好看！大舅、二舅，怎么样？沈唐宁来了没有？沈唐宁和迟燕已经上去了。这个沈唐宁平日里就对你和你娘颐指气使，如今去了侯府，更加变本加厉了。归宁那日，他在你爹面前污蔑你娘，陷害他，以至于现在你爹对你娘态度一落千丈。徐卫，你放心，今日有你二舅和大舅在，一定为你把那个沈唐宁给解决掉。还有迟燕，没问题。那大舅、二舅，西薇就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走，走。
老婆辛苦了。谢谢夫君。费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来上香啊？你不是不信这个吗？对啊，我不信。那你上来为了什么呀？我更相信事在人为。事在人为。阿弥陀佛。施主上香还是供灯？上香，还劳烦师傅带路。与施主客气了，请随我来吧。小师傅，这个是不是姻缘树啊？此树名为许愿树，不止姻缘，求其他的也可以，很灵的。施主要试一试。小姐，二小姐上钩了。算了算了，一棵树而已，要是真的能实现愿望，那还得了？师傅，劳烦帮我拿一张。请稍等。要是真的能实现愿望，我早就许愿回21世纪了。佛祖座下，不可妄言。是你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心诚则灵。老婆，怎么还顺带捎上我了？说，是不是拿我来凑字数？是啊，不然这上面空一块，你不觉得空落落的吗？老婆，你不是想要我高中吗？怎么不写这个啊？一次性许2个愿望的话，是不是太贪心了？万一佛祖知道了，生气怎么办？唉，小师傅，给我也拿一张。我不信神佛，今日之行，只求一个心安。我想要的，我会亲自拿到。负过我的，我也会亲自让他付出代价。小心！迟夜，你千万不能有事！迟夜，杀了他们！姑爷，把他们拿下！老婆，答应我，如果他能不死，你就和我圆房，好不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脑子里怎么还在想这些？观音菩萨都说 OK 呢。OK 不 OK？ 这是何意呀？这意思就是好，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没事，怎样都 OK， 都好。迟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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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心温柔，你不会有事的，迟夜。迟夜，你挽手之间微笑到你离我很重生的一幕。大夫，二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沈夫人，二公子的血已经止住了，身体已经无碍。二公子他在装睡，老夫就先走了，告辞。迟夜，哎呦，痛死了！你竟然骗
我！哎，老婆别走，老婆别走！放开！不，你坐下，我跟你解释啊。我们成亲到现在，我都没有圆房。那关你骗我什么事？老婆，你不是都说了，若是这次我没事，你就和我圆房。你是上树府嫡女，你不能骗人啊！你现在身上伤口都这样，还想着圆房，你不要命了？圆房是圆房，伤口算什么？你看，石燕，你哪里痛？我左边也痛，右边也痛，哎呀不行，我浑身都痛。那你快把衣服给脱了。哎，老婆，我给你看看，把衣服脱了。看，快坐下帮我看看。左边。好痛！快让我看看啊！说什么呢？你怎么还脸红了？哎，这下好了，咱们能抱孙子了啊！谁说咱们家二郎傻？我看他比猴都轻，敢这么给唐宁下套！哎，走！啊，走啊，走！奶奶，瞧瞧！孙儿啊，疼吗？就是他们。砍他们头！贱人！老婆，大胆省事！你遣人在普陀寺埋伏，妄图刺杀我的孙儿迟燕和孙媳唐宁，你可知何罪啊？不是细微干的，是他们干的，跟细微没有关系。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是你告诉我，说他们今天要去普陀寺上香，也是你告诉我，让我把你大舅二舅找来刺杀沈唐宁。可如今事情败露了，却把屎盆子扣我头上。如今事情败露了，却把屎盆子扣我头上。沈西薇，你个毒妇！来人呐，把这4个人发配到刑部。不，世子，我还怀着孕，我还怀着你的孩子，求世子救我，求世子救我！祖母，求祖母饶了熹薇吧，看在熹薇怀孕的份上。是啊，祖母，您就看在我是第一次犯，还怀有身孕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吧。母亲，看在熹薇怀了孩子的份上，你说句话呀，母亲。如果熹薇和孩子出事的话，儿子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沈西薇犯错，但她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这移交刑部之事，以儿媳之见，不然还是作罢。孩儿也是这个意思。这孩子纵然是无辜，可若是沈西薇并未怀孕呢？沈唐宁，你胡说什么？熹薇怀孕的事情，全府上下都知道，让她落到这般田地，你是何居心？你在狗叫什么？验一下不就知道了？迟燕，是真怀孕，还是我胡说？找个大夫来一验，不就知道了？老夫人，侯爷，老夫人，沈姨娘确实没有怀孕。什么？
没怀孕？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药我明明吃了呀，大夫也把过脉了呀！好你个沈西薇，竟然敢假孕博宠，你死罪难免！娘，你闭嘴！来人，把这4个人押到刑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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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你们2个也给我滚！再不想见到你们，滚！沈唐宁，是你，那药是你下的手脚，那个大夫也是你做的圈套，你不得好死！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平心静气，努力作答。就算碰到你不会的题，也要把试卷全部写满。好了好了，你别啰嗦了，怎么这么像我高中老师呢？高中老师就是夫子的意思。总之，你不要紧张，就算这一次考不中也没关系。大不了我养你嘛。你养我？考生入场。我走了啊。迟夜，老师，我答完了。石家这小子，前3次考试虽说没有高中，但好歹考上了，这次直接放弃。这怎么可能？老婆，夫君，你怎么现在回来了？因为你老公我想你了。那你能不能高中？老婆，你相信我，包的。那个，还是等你高中之后再圆房吧。这都快大结局了，还不让我圆房？没关系，小爷我再等一集。哎，儿子，有希望考中吗？爹，包的。包子？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包子呢你？闺女，这傻小子能中吗？应该包的吧。闺女说这傻儿子能中吗？闺女说包的。嫂子，您看他能中吗？滚！好嘞。二少爷高中起来，名列榜首。娘，中了！老子我终于可以圆房啦！老婆，谢谢你。